花开花落自有时，缘去缘来总有因。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我女儿高烧不退，又拉又吐，我急匆匆就要去医院，却被我妈狠狠扇了一耳光。去什么医院？小孩子发烧不是很正常吗？给他喝点美林就行了。我妈用力从我手里抢过丫丫，你先去陪你弟的朋友玩玩，之前都说好了，不能丢了你弟面子。我妈刚说完，只见丫丫双眼一翻，牙关紧咬，手脚同时痉挛僵直。丫丫惊觉了，丫丫，我魂飞魄散，冲过去就要抢孩子。你鬼叫什么？我妈踹了我一脚，抱着僵直抽搐的丫丫，把她脑袋往墙上重重一撞。丫丫瞬间一动不动，小脸铁青。妈，你干什么呀？我骇然尖叫。我妈瞪着我，你大惊小怪什么？丫丫这是撞邪抽筋了，得把那邪气撞掉。你看这不一撞就好了，一点小事就往医院送，花你弟的钱不知道心疼是吧？我几乎要疯了，愤怒、恐惧交织，我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冲到我妈面前，然后我狠狠地从她手里抢回了丫丫，一会儿就缓过来了。你慌什么？我妈丝毫不慌的表情。你小时候抽筋也是这样撞的，你不是活得好好的。我直接推开我妈就打开门，你不要再说了，我必须得带丫丫去医院。你，赵婷婷，你要反天了是吧？我妈嚎叫着追出来，你今天要是去了医院，你和丫丫就别回来了。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如果丫丫有个三长两短，那我也不要活了。什么我弟的朋友们，让他们都见鬼去吧。丫丫住院了，急性肠炎。我给我妈打电话，打到第3遍，我妈才接电话。妈，丫丫要住院，我身上钱不够。赵婷婷，你不是翅膀硬了吗？你还打电话给我做什么？没钱关我屁事啊！我妈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着，吃在我家，住在我家，你弟就是命苦，养了你这个死没良心的姐姐和外甥女。赵婷婷，我告诉你，要钱没有。我握紧了手机，哀求道：妈，你先给我5000吧。医生说丫丫这种情况得留院观察几天。我妈冷笑起来，医院就是要赚你的钱，只有你这样蠢到死的人才会巴巴的给他们送钱，反正你别跟我要钱，你要钱自己去赚。我急了，妈，我的钱都存在你那里呀，卖房子的钱，钟林飞的抚恤金都存在你那里呀。你说的什么鬼话？什么钱啊？赵婷婷，你给我说清楚，你几时存了钱在我这里？别张嘴说胡话。我妈恶狠狠的语气，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妈说我的钱没有在她那里，她还说我说胡话。天哪，她怎么可以这样说？1年前，钟林飞在工地上出事，老板赔了一笔钱，本来我想拿一部分给我公公婆婆，但我妈大闹四方，我公公婆婆最后1毛都没落着。钟林飞过世不到半年，我妈又劝我把房子卖掉搬回家住，说这样她也能搭把手照顾丫丫。我把抚恤金和卖房子的钱全给了我妈，200多万。她让我放心，钱放在她那里最稳，她是我的亲妈，肯定事事为我着想。钱要是放在我身上，就怕钟林飞那边的人找我麻烦。我什么都听了他的，200多万，我妈现在全都不承认了。妈，不是你说的钱放在你那里，我随用随拿吗？妈，是你说的呀，我的脑子全乱了。没钱，我要做饭了，一会儿你弟就下班了。我妈说完，啪就挂断了电话。我赶紧又打电话，我妈这回关机了。怎么可以这样？我妈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巨大的悲伤彻底将我击倒，我顺着墙瘫坐到地上。28床，你女儿在哭。病房门口，一位年轻的妈妈冲我喊：
丫丫苏醒过来后，就一刻也离不开我，一看不到我就要哭，生怕我不要她了。不行，我不能让丫丫看到我这个样子。我慌忙爬起来，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我这才往病房走去。妈妈，你去哪里了？丫丫抽抽噎噎地喊我。妈妈去接电话了。傻丫头，哭什么呀？我走到病床前坐下，拉过她输液的小手，我这才发现她的手肿得厉害，痛。丫丫指着肿得老高的手，我赶紧按了呼叫铃。护士很快赶来，换了位置扎针。我拧了条热毛巾给她敷肿起来的手。妈妈，我不想吃炒饭了。丫丫没头没脑地说道。我抬头也没多想。好，丫丫想吃什么，妈妈给你买。丫丫嘟囔着，炒饭很酸，外婆说我要是不吃，她就打死我。什么？我呼吸一滞。外婆什么时候给你吃酸炒饭了？昨天中午吃了，晚上也吃了。丫丫有些胆怯地看我。你不要问外婆，她骂你。我闭了闭眼睛。昨天一天，我都带着我弟的朋友在外面玩，丫丫留在家里。我妈还给我打了2次视频，说丫丫在家吃可好了，啃了好几个苹果，还喝了3袋牛奶。酸掉的炒饭。我突然想起来，3天前我弟从单位打包了一些剩饭回来，说带去奶奶家喂鸡，结果我弟朋友来了，奶奶家也就没去了。那饭一直搁放菜的桌子下，我妈拿来炒给丫丫吃了，难怪丫丫会又吐又拉。我把丫丫托付给隔壁床的妈妈，然后我火急火燎打了个车冲回了家。我妈大概没料到我会突然跑回家，开门的她手抖了一下，手里的榴莲掉到了地上。如果说她冲我怒吼说我没有钱在她那里，我可以当作气话。丫丫说她炒酸饭给她吃，我可以当作是我妈节俭惯了。那么此时此刻，她掉在地上的那一大半榴莲，还有基米开外餐桌上开了一半的榴莲壳，算是彻底将我心底残存的那丝侥幸击碎了。丫丫在水果店闹过多少次要吃榴莲，我妈总是嫌贵。有一次我弟买了一个回家，她立刻夺走，然后送去了我弟的领导家。她说吃什么水果不好，非要吃那么贵的臭玩意儿，那有什么好吃的？我现在明白了，她就是自私，就是不爱我。你死回来做什么？我可没做你的饭。我妈弯腰从地上捡起了榴莲，钱给我。我一字一顿。我妈白了我一眼，哼道：没钱。我咆哮起来，把我的钱还给我，我不存你那里了，你还给我。我妈被我的气势吓了一跳，她拿着榴莲走回了餐桌旁，把脏了的榴莲扒拉干净。她这才没好气地说：我说没钱就是没钱，我去年说买点股票，你自己同意的，你那些钱早就亏光了。我一直想跟你说来着，今天正好你问，就告诉你一声，真是五雷轰顶。你去年只和我说放了10万在股票里，我这下真的疯了，冲到我妈面前，我拽住她手，那是我的钱啊，妈，你是不是想独吞？那是钟林飞的买命钱，是我卖了房子的钱，你不可以这样对我，你鬼叫什么？我妈用力甩我一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这1年多来，你和你女儿住在这里，吃的喝的用的，哪一样不用钱？赵婷婷，这左邻右舍们可都是看在眼里，我好吃好喝伺候着你，你弟上班供着你，而你呢，你也不上班，就带个孩子。我被我妈气得眼前发黑。妈，你怎么可以这样颠倒黑白？当初接我回来的时候，你说你反正退休了，可以帮我带丫丫，让我出去找个工作。结果呢，你一天10几个电话，一会儿说丫丫冷了、热了、尿了、拉屎了，屁大点事儿都要我请假回家。哪个老板能经得起我这样请假呀？
你自己没本事找到工作，你还怪我呀？我妈用力推我一下，你真是长本事了，敢冲着我大嚷大叫，滚滚滚，马上滚！丫丫不是要住院吗？你们就在医院住一辈子吧。我踉跄了一下才站稳，看着我妈眼中的厌恶，想着护士催肺的表情，我尖叫一声，扑上去抓住我妈，手机给我，我要查一下你卡上的余额。我不相信你把钱全放股市里亏掉了。手机给我，你给我，赵婷婷，你疯了！来人啊，救命啊！我女儿要杀人啦！我妈尖叫的比我还大声。我和我妈闹得不可开交时，我弟回来了，他站在大门口，看着发了疯的我和我妈，他眉头紧皱。龙辉呀，你可算回来了！我妈像见了救星，甩开我的手就哭着朝我弟跑过去。你再不回来，你姐都要把我吃了！我弟将手里的公文包递给了我妈，我妈跟在他身边，鞍前马后。饿了吧？饭已经好了，你赶紧去吃饭，吵什么？嫌日子过得太舒服了吗？我弟开口，带着公务员特有的居高临下。你姐发疯，你别理她。我妈擦了一把泪，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你还不快去医院？丫丫认生得很，一会儿找不到你要哭断肠的。我看着我妈，我现在在她眼里就是一只蟑螂吧？如果不是杀人犯法，她应该早就把我拍死了。可我真的想不明白，我是她亲生的女儿啊，她怎么突然间变得这样可怕了？妈，把我的钱还给我，每一笔转账我都有记录，不是你说没有就没有。我举起了我的手机，你别想吞掉。龙辉，你给你姐转2000块钱，丫丫说要住院。我妈朝我弟使了个眼色，丫丫怎么住院了？我弟拿起了手机，我不要2000，把我200万还我，全还我！我用力拍着桌子怒吼着，想用2000打发我，门都没有。哎呦，我心口疼。我妈捂着胸口，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龙辉呀，你看看你姐，她这是想要气死我呀！到底怎么回事儿？我弟也火了，声音提高了8度。我把事情简述了一遍。我妈不甘示弱，坐在地上一边拍着大腿，一边诅咒我。我弟烦躁起来，冲着我妈喊：妈，姐夫出事的时候，我姐确实把钱存你那里，你还给他，吵成这样像什么话？我感动地看着我弟，心中燃起希望。我弟也帮我说话，我妈这下应该没话说了。谁知道我妈彻底地开始撒泼打滚了。赵婷婷，我告诉你，要钱我没有，要命有一条，你反正也不想要我这个妈了，你杀了我吧！天哪，我命苦啊！早知道你这么没良心，当初你爸要跟那个婊子走，我就应该把你一起丢出去的，辛辛苦苦把你拉着大，供你读书，到头来你竟然想要我的命！龙辉，你快报警吧！你姐想杀了我呀，她想做杀人犯。龙辉，你要大义灭亲，快报警，让警察来把你姐姐抓走！我惊呆了，我弟也惊呆了。为了那200多万，我妈不要女儿，也不管外孙女儿的死活了。这天底下，竟然有做妈的能狠心到这种地步，我从没见过。我的手机响起来，隔壁床上的妈妈打电话来了。我机械地接起来，丫丫撕心裂肺的哭声传来：你先去医院吧。我弟看我一眼，我先给你转点钱。我看着躺在地上撒泼的我妈，我的心碎成渣渣，慢慢的，渣渣又混合到一起，它们混成水泥，凝固坚硬。我一言不发往外走，前脚才出大门，我妈就冲过来把大门给甩上了。赵龙辉，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你要买房买车，钱会从天上掉下来呀！你小姨介绍的那个女孩一定要房子的。门内，我妈骂我弟：妈，那确实是我姐的钱，
你姐是我生的，命都是我的，她的钱就是我的钱。我妈破口大骂：你也是蠢到家了，帮她说话，把钱给她，你喝西北风啊！我顿住脚步，手紧紧攥成拳。原来我妈要拿我的钱给我弟买房娶老婆。行，那就上法庭去说理吧。从前我以为朋友之间容易因为金钱翻脸，今天才知道金钱的数目大了，亲情也一样不堪一击。我赶回了医院，安抚好丫丫后，我在网上找了法律援助。一番咨询之后，我心里有一些底。晚上的时候，我弟来了医院，他拎了一堆水果，又特地拎了我妈包剩的那个半个榴莲。丫丫开心极了，缠着他舅舅长舅舅短的喊个不停。我看着那个半个榴莲，只觉得无比的讽刺。我弟待了10几分钟的样子，说还有事情要先走。我送他到走廊里，我弟让我放宽心陪丫丫，把钱拿回来的事情交给他就行了。看得出来，我弟是我妈派来的，派他来探探我的口风，进而稳住我。不过他不应该把话说得这么满，这让我根本无法相信他。但我现在得先稳住他，活下去要钱，请律师也要钱，好歹的我得先弄点小钱到手上。我不能再做傻子了。今天交了住院费，我身上没多少钱了。我哀苦地看着我弟，我弟迟疑了一下，但还是拿出了手机。你要多少？你先给我2万吧。我弟听到2万时，眼睛瞪老大，语气和我妈如出一辙。2万？你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妈短时间内肯定不让我回家，我得找个地方先住着。马上9月份了，丫丫也该上幼儿园了。我那笔钱放在妈那里1年多了，利息也不少了。妈平时也不肯给我钱，总让我省着点。这省来省去的，连丫丫生病都不肯让她住院了。我絮絮叨叨地说着，妈也没有让你不要回去住。我弟没好气的，我心里简直要怄死了。他们拿着我200多万，现在连给我2万都像是在割肉，只怪自己从前太蠢太软弱，以为这个世界上当妈总是无条件爱孩子，以为我妈拿了钱真的会好好替我打算。楼下的灵儿和丫丫一样大，已经开始学钢琴了，前几天还买了新钢琴。灵儿爸爸还问我来着，问丫丫要不要一起报钢琴课，可以走团购。行了行了，别说了。我弟拿起手机给我转钱，我立刻点了接收。灵儿爸爸是我楼下的邻居，楼上楼下10几年的邻居。我妈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平常积怨不少。后来我和丫丫搬回来，丫丫又闹腾，我妈和灵儿奶奶没少吵架，结果好死不死，我弟考公务员，还就分配在了灵儿爸爸下属的一个单位。这2年来，灵儿爸暗地里没少给我弟小鞋穿，每次提到灵儿爸爸，我弟都立刻暴躁。为了让我闭嘴，我弟多半是会给我钱的。丫丫住了1个星期的院，我弟没来过，我妈就更别提了。我心里知道，我弟的天平已经完全倾斜到我妈那边了。200多万，那可不是20多万。这1星期里，我联系好了律师，去了一趟银行，打印了转账记录，有一些证据还在我妈家里。丫丫出院那天，我想假装着丫丫找外婆，借机回去拿。我抱着丫丫回了我妈家，好家伙，我妈把大门锁换了，换成了带指纹的锁。我伸手就砰砰敲了几下门，不一会儿门从里面打开，一个陌生女人的脸伸了出来。找谁？她问我。我妈呢？我心里觉得有些不妙。我妈不会把房子租出去了吧？我是新来的租户，你是房东的女儿吧？房东说他去外地处理点事情了，说你要是回来了，告诉你一声。他说，我感觉脑瓜子嗡嗡响。我妈可真绝呀！我以为我动作够快的了，
没想到他跑得更快。他这是知道我要将他告上法庭了。是了，他不懂法，我弟懂啊，是我弟教他跑路的吧？只要找不到他人，将时间一再拖延，直到他把钱花光，我也就只能哭着认倒霉嘛。下了楼，我打了辆车直奔我弟的单位。我妈能跑，我弟可跑不了。我弟确实没跑，但他一脸冷漠，问什么都是不知道。妈说了，你去告也好，把我的工作搞没掉也好，还是把我杀掉，只要你狠得下心，都随你。我弟看着我，姐，不要叫我姐。我摇了摇头，我真的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们身上流淌着一样的血，我们是亲人呐。我弟要结婚，要买房，我这个做姐姐一定是会肝脑涂地去帮他。当然，我确实不可能把200万毫无保留全给他。为了独吞200万，他们黑了心肝。我劝过妈，妈的性格你是知道的，她不听，要跟我拼命。我弟很无奈的样子，我恨恨地看他，妈这样拼了命是为了谁？难道不是为了你吗？要给你买房、买车、娶老婆，靠你自己，这辈子能不能赚到200万都难说。赵婷婷，你不要说话太难听。我弟喝道，拿着钟林飞买命的钱，你们用着手不颤抖吗？良心不会痛吗？半夜醒来的时候，你和妈真的不怕他的魂魄来找你们吗？我没有拿你的钱，你不要来找我的麻烦。妈非这样，我也没有办法。我弟吼起来，丫丫吓得哇一声大哭起来。他被我弟吓到了，你告诉妈，把我逼急了，大家一起死。我也吼，吼完抱着丫丫转身就走。我依照流程，先去法院起诉了我妈，然后我抱着丫丫去了我公公婆婆家。因为那笔抚恤金，我们曾经闹得很不愉快，但公公婆婆看在丫丫的份上，最终还是让了步。他们老了很多，对我黑着脸，看到丫丫忍不住老泪纵横。可怜我生了一双好眼睛，偏偏他们都瞎了，看不清谁好谁坏。我把丫丫暂时托付给了他们。我和我妈那场硬仗，我得一个人全力以赴。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弟的工作搞没。我妈嘴上说随我怎么搞，那是觉得我凭我的本事最多也就敢闹一闹，不可能有能耐把我弟的工作搞没。我妈就没想过，兔子急了是要咬人的。我是懦弱，但我已无路可退。说起来，我还真要感谢我弟争气，混到了体制内。他要是啥也不是，我可能还真就束手无策了。把我弟的工作搞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真挺难的。他这个人从小到大都很无趣，读书的时候一心一意读书，考公的时候一心一意考公。他不滥交，工作态度极好，手中拥有的权力也没到能贪污受贿的层面。不过这些都不重要，谁让我是他亲姐呢？我可太知道他的七寸在哪里了。很快的，我登录我弟的邮箱，然后以他的口吻写了一封实名举报信，故意发到了灵儿爸爸的邮箱。邮件里的内容都是我弟平常在家聊天时提到过的关于灵儿爸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包括我弟撞见他和外面的女人举止亲密。邮件的末尾，我用我弟的语气警告灵儿爸爸不要再给我穿小鞋，否则我会把我手里的证据提交到纪检委。干完这件事情后，我打包了铺盖去了我妈家。我住到了我妈家大门口，我也不闹，只说我找不到我妈，我也没有钱，这里是我妈家，我就在这里等她回家。楼上楼下都是老邻居，本来我妈突然把房子租出去就很奇怪。我一番哭诉，大家知道她卷了我的钱跑了，纷纷指责我妈实在太冷血，太偏心。灵儿奶奶表面来安慰了我几次，人还没转下楼梯呢，
我就听到他在给到处打电话说我家的八卦。我天天睡在家门口，租客被我整崩溃了。法院传票快递到的那天，我妈杀回来了。快递员和他几乎同时出现在楼梯口。彼时我坐在凉席上，蓬头垢面，靠着大门，无聊地刷着手机。邮件发出去有好几天了，也不知道灵儿爸爸那边什么反应。这么多年邻居下来，我观察他就是个小人，有仇必报的小人。他收到我弟的举报信，不整治我弟那绝不可能。那边我妈签了邮件，快递员还没转身，他就挥舞着文件袋冲我歇斯底里吼起来：“赵婷婷，你死在这里做什么？你还告我？你真长本事了！”随着吼声，他窜上来，跟抓小鸡仔似的把我从地上拖了起来。我到底年轻，虽然我妈窜过来的速度够快，但我的反应更快。在他的手掌扇下来之前，我用力抓住了他的手。他开始鬼哭狼嚎，我嚎得比他还大声。不就丢人吗？不就是想让别人来看笑话吗？来，全都来，人来的越多越好。我妈做梦都没料到，士别3日，我大变活人，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软弱听话的赵婷婷了。你是不是鬼上身了？我妈打不到我，气得要死。快来人啊！我妈要杀人了！她把我老公的抚恤金抢走，逼我卖房子，现在又把我和我女儿赶出家门，害得我们没地方住。快来人啊！快来给我评评理呀！我以牙还牙地嚎叫着。听到动静的邻居们纷纷从楼下楼上都聚拢到我家门口了。我上辈子杀了人呐，这辈子我才会生下你这个白眼狼女儿。我命苦啊！我妈一看邻居们都来了，她也立刻开始装可怜，一屁股坐到地上，开始哭诉起来：生你养你，供你读大学，送你出嫁，你老公死了，我怕你一个人带女儿受苦，好心好意把你接回家，谁知道你这个良心死绝了的人，好吃懒做，不肯上班，天天就使唤我，还害得你弟弟谈女朋友都谈不上。人家女方一听有个死了老公的大姑姐住在娘家，都不肯谈了。和你说了多少次，让你搬出去住，你也不肯，就要赖在我家。我也是被你逼的，没有办法了，我才把房子租出去。你说我拿了你的钱，天地良心，是你自己怕公公婆婆把钱抢走，哭着喊着把钱存在我这里。我哪里说了不给你？你空口白牙到处造谣，我是你的亲妈呀，我能害了自己的女儿吗？邻居们窃窃私语，我以为我妈换锁跑路这些举措足够伤我的心了，现在才知道，没有最伤人，只有更伤人。当着众邻居的面，她把我污蔑得一文不值。可恨的是，这些不着边际的话最容易让人相信。我就算长100张嘴去辩解，最后也只会落个描不清的结果。行，那就互相伤害吧。我伸手将头发抓乱，然后猛拍大腿，哭喊道：“妈呀，我的亲妈呀！我们做人是要讲良心的呀！你说我赖着不走，害得我弟娶不到老婆，真相是什么？你心里没数吗？”我妈骂道：“就是你害的，是你害的！”我将声音拔高8度。我弟根本不喜欢女人，他喜欢的是男人啊，是男人啊！他是个同性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对女人没有任何感觉。妈，就在前几天，你还说他丢了祖宗8代的脸，你想一把将他掐死呢？我这番话的杀伤力实在太大了，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就连灵儿奶奶也举着个手机，张大着嘴呆滞了。楼梯间里呈现出诡异的安静。虽说在网上大家都对同性之恋早已司空见惯，但在现实生活里，人们对同性恋还是讳莫如深。你被惠雷劈死，你会不得好死。赵婷婷，你这样污蔑你弟弟，你会下地狱的。
我妈气得直哆嗦。还有我爸为什么会跟别的女人跑？那是因为生下我弟后，你就得了妇科病，从此之后，我爸就不能碰你，一碰你，你就拿刀要砍死他。我继续嚷嚷着，邻居们憋着一张脸，听得津津有味。这样有料的八卦，10年等一回，今儿可算过瘾了。赵婷婷，我要打死你！我妈朝我扑来，我赶紧闪身。她在急怒攻心之下，她一头撞到了墙上，然后人就晕了过去。邻居们发出了惊叫声，紧接大家冲上来，掐人中的掐人中，灌水的灌水。我抱着胸靠着墙站着，不一会儿，我妈就醒过来了。她开始嚎啕大哭，哭着就往墙上撞，说要撞死给我看。邻居们又拉又劝，楼道里乱糟糟的。我从围观的邻居中挤出去，下了楼，我给我弟打了个电话，让他赶紧回来接我妈走。我弟在电话里咆哮：“妈要是有事儿，我跟你没完！”我冷笑：“把我的钱还给我！”我立刻滚。我弟吼道：“什么钱？谁欠你钱？赵婷婷，你有病去治病！”我仰头看天，真棒！我弟和我妈一样。我弟是同性恋这件事情以光的速度在小区里流传开了。我离开小区不到20分钟，我弟的电话就打来了。我不接，我弟又打，我还是不接。于是我弟开始疯狂发微信、发语音。我随手点了一条语音，于是我听到了这辈子最恶毒、最下流、最恶心的话。骂我的人是我的亲弟弟，我倒也不生气，我污蔑他，他骂我是应该的。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原来我在他的心里，比我在我妈心里还要不堪些。到底我妈生了我，同为女人，尽管想吞掉我的钱，但多少还残留了一些对同类的怜悯。我弟就不一样了，性别不一样，生理结构不一样，撕掉虚伪的亲情，他的原型就显现得无比丑陋。我弟被单位开除了，开除的理由是作风问题。我猜灵儿爸爸正愁给我弟找一个合适的罪名，结果同性恋这么大的帽子就从天而降，可真是瞌睡里送来一只大枕头。我又打听到，我小姨给我弟介绍的那个条件很好的女孩也黄了。我弟把这些账算到了我头上，他和我妈轮流打我的电话，我不接也不接，任由他们把我的手机打到没有电了为止。拉扯到第5天，我妈转换了语气，她问我在哪里，她要把我存在她那里的钱都还给我。为了让我相信，她还把存款余额的界面截图发给了我。我看着截图上的金额，止不住的一阵阵冷笑，还真被我猜着了。我妈根本没把钱转移，对她来说，这个世界上除了她和我弟，再没有她相信的人了吧。我还是不回信息，我就是要将他们逼急，急到一见面就想砍死我那种急。第6天晚上，我妈开始哀求我，说以前对不起我，对我不好，也没好好帮我带丫丫。现在她意识到了自己的偏心，她说：“婷啊，你去哪儿了？不要想不开，我们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筋的嫡亲。”我反复听我妈说这些话，笑得眼睛都流出来了。我妈向我道歉，还给我说这么多好听的话，这是我一直想要得到的呀。可我心里也多么清楚，我妈说这些就为了骗我回去，然后一刀将我劈死。第7天一早，我妈给我发语音，她让我回家，她说把钱全部还我。我看着手机上律师发来的开庭日期，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给我妈回了条信息，我说现在就回去。我妈立刻给我打来语音电话，她让我发定位，让我弟来接我。我说不用，我自己回去。我妈那边迟疑了足足1分钟的时间，才发来了家里的定位。我带了律师，又喊了几个亲戚，为了安全起见，
律师又给他在派出所上班的朋友打了个朋友，一行人分了2辆车，浩浩荡荡地回了我妈家。到了小区楼下，我带着手机和录音笔独自先上楼。我家的大门敞开着，我妈站在大门口伸头望着，看见我，她眼中先是有慌张闪过，然后是也掩不住的恨意。妈，我喊了一声，婷婷啊，你回来了。我妈语气生硬，脸上硬挤出一丝笑容。丫丫呢？我租了个小房子，房东帮我看一会儿。我随口扯了个谎，我不能让她知道女儿在公公婆婆那里，不然肯定要又一次连累他们。进来吧，进来说。我妈迎出来，她的手止不住的抖。我弟呢？我问她，感冒，说头痛，床上躺着呢，你去看看他。我妈说着，一把就将我拉进屋，随着大门关上，她猛一把拽住我的头发，然后开始劈头盖脸打我。你这个挨千万的，你这个死妮子！尽管我有所准备，但还是被她拽得撞到了大门上。我撑住门框站稳，一个反手狠狠推了我妈一把，她摔到地上。龙辉，你快来呀！这个死妮子打我！她打我呀！我妈躺在地上大喊。我冲到大门口，几乎是在我拉开大门的同时，我弟侧面的窗帘里冲出来，他冲到我面前，将我狠狠一拽，我被他甩到地上。那边我妈也从地上爬起来，她喘着粗气，总算死回来了。赵婷婷，今天我不打死你，我就不是你妈！我弟扑上来，将我跪压到身下，然后抢过我的手机，使劲往地上连砸几10下，一边砸一边骂：操你妈！他骂我，我想告诉他我妈就是他妈，但来不及说，我妈抡起餐桌旁的实木凳子朝我头上砸过来了。我慌得一口气差点提不上来。这一凳子砸下来，我能当场去见阎王。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求生的本能让我用膝盖狠狠顶了一下我弟，他没提防一个歪身倒在我身侧，我妈手里的凳子就那么精准地砸到了我弟头上。我弟闷叫一声，他的头重重地撞到地上，随之是暗褐色的液体顺着地面漫开。龙辉！我妈惨烈地喊了一声。楼梯口传来急促的脚步，律师们赶来了。我报了警。我妈那一凳子把我弟砸成了颅脑损伤，医院当场下了病危通知，要马上动手术。医生把情况跟我妈讲明，她已然六神无主，语无伦次。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他是我的儿子，我不是故意砸的。医生，你救他，多少钱都救。我女儿有钱，她有钱，救，一定救。我抱着胸冷冷地看着他。医生将手术同意书递过去，麻烦看一下，没问题的话赶紧签字。马上要安排手术。我妈捧着同意书，她茫然地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字，猛地抬头看到我。婷婷，你来看，你来帮妈看看。她快走挤不到我面前，急切又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我没想到我妈这么健忘，几个小时之前她还想要我的命，现在她把我当救命稻草，真是可笑又可悲。我却记得很清楚，如果不是我反应够快，那现在被下病危通知书的人就是我了。我妈会不顾一切来救我吗？不会的，她只会和我弟喝酒庆祝，庆祝摆脱了我这个凡人的累赘。那一凳子算是彻底砸断了我们的母女情分。我拍开她的手，冷笑道：妈，我是来提醒你，明天法院开庭，你可别忘了出庭。我妈用手指着我，她的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来话。我掉头就往外走，让我妈花我的钱救我弟的命，是我对他们最后的仁慈。意料之中，我妈没有出庭，因为证据充分，加上法官对我遭遇的同情，于是当庭宣了判。随后我妈的银行卡被冻结了。下午3点多，我妈给我打来了电话：婷婷，
我的卡上怎么刷不出钱了？你搞了什么？我的卡为什么刷不出钱？你弟现在要做检查，得交费了。我妈喋喋不休。哦，你银行卡里的钱被法院冻结了。我笑眯眯地说：你说什么鬼？卡在我的手上，身份证也在我身上，怎么会冻结？你在说什么胡话？我妈喊起来：妈，你可别忘了，那是我的钱，不是你的。我字字清晰。赵婷婷，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那是你弟呀！你马上把银行卡给我打开，我要去交钱。我让你打开。我妈歇斯底里。我将手机举远了一点儿，直到我妈安静下来。我说道：妈，你还有一套房子可以卖呢，虽然房子旧，但学区好，能卖个好价，给我弟治病的钱不就有了吗？你是诡辩的，你不是我的女儿，你肯定不是，你被鬼上身了。我妈哭起来。我挂了电话，办法我已经告诉她了，别的我就不想多说了。我把我妈和我弟的手机号全拉黑了。我妈开始托亲戚给我打电话，各种哀求惨状说了一箩筐。我心里不是没有触动，但看着丫丫稚嫩的脸庞，想到我妈为了钱对我做过的事情，我就一次又一次冷了心肠。亲戚告诉我，我弟在 ICU 住了1个星期才转危为安，因为我妈的银行卡被冻结了，他只能到处找亲戚借钱。又听说他把我骂得猪狗不如，还扬言他打定了坐牢的准备，见到我的面一定要砍死我。我相信我妈做得出来，我决定彻底远离她。我妈没有上诉，少了我弟那个军师，她根本没有任何主意。法院判决之后2个多月，我通过强制执行拿回了我的钱。收到银行短信那一刻，我泪如雨下。这原本就是我的钱，因为我的愚蠢和我妈的贪婪，历经了这么大的波折，才重新回到我的手上。我弟已经早就出院了，听亲戚说，虽然医院竭尽全力，但我弟还是留了不少的后遗症，手脚有时候会不受控制的发抖，情绪也经常失控。我弟再也不是高贵的公务员了，而我妈为了还债，不得不拼着老命去上班，回家还要面对大发脾气的儿子。婷婷啊，你妈现在挺苦的，要不你回家看看吧。亲戚劝我，我却只觉得浑身发冷。我只要稍微想一想，如果那一凳子砸在我头上，谁能管我？谁又能管我的女儿？我给公婆留了一笔钱，然后带着丫丫前往深圳。很多年前，我和钟林飞就是在深圳认识的，恋情稳定后一度打算在深圳买房成家，是我妈又劝又骂，说养了我这个女儿没有用，离得那么远，她病了痛了都指望不上我。我和钟林飞拉锯了好久，最后她还是跟着我回了老家。结果我没了老公，差点把自己也搭上。要登机时，我接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派出所让我去一趟，说我妈在超市把人给打伤了。我在派出所见到了我妈，她表情呆滞，戴着手铐被固定在凳子上。民警告诉我，在此之前她已经大闹派出所1个多小时了，联系过我弟，但联系不上，对方也怕了你妈，自认了倒霉，你签字把人领走吧。民警烦得很的语气。外婆，丫丫小声喊了一声。我妈听到动静，她抬头见到我，她哇一声哭起来。婷婷啊，你来了，你来了就好。我的内心有一刹那的震动，那是我妈呀，生我养我的妈。她原本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可她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民警催我签字，我想了想，给了丫丫手机看动画片。我单独走到了我妈面前。婷婷，你回家好不好？妈知道自己错了，我不该想拿走你的钱，好在你现在也拿回去了。婷啊，以后我一定好好帮你带丫丫。你去上班，
我再也不乱打电话让你回家了。你弟他真的不是人，他打我耳光啊！”我妈声泪俱下。我看着他，他引以为傲的好儿子打他了，这是他的福报啊！以前是我鬼迷了心窍，把龙辉看得太重。我妈在凳子上扭动，现在我知道了，儿子指望不上。婷婷，我还得靠你，你最听我的话，对我最好了。以前算命的就说过，说我女儿有孝心，对我好。民警又催我签字，说签字了就放我妈走。你快去签字吧，签完字我们回家。我妈殷切地看着我，我开了口：“我来签字是配合派出所，这是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不是为了你。婷婷，我是你妈呀！”我妈哭起来，很可怜的语气：“我千错万错，我总还是你妈呀！你到哪里去讲道理？我也生你养你，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吧？”我侧头看了一眼丫丫，她入神地看着动画片。我收回视线，又道：“还有几句话，我也想当面和你说。从你拿起凳子那一刻开始，我就不认你是我的妈了。以后你只有儿子，没有女儿了。你靠你的儿子吧，不要靠我。”我说完就转身：“婷婷，婷婷，你不能这样啊！我是你妈呀！”我妈慌了，哭喊起来。我签完字，立刻抱着丫丫离开了派出所。网约车等在那里，我妈追出来，后视镜里，她追着我的方向，花白的头发在风中舞啊舞，很快就看不见了。我带着丫丫去了深圳，换了新的手机号码。我和老家的全部人断了联系，我们母女开始了全新的生活。2年后，偶然遇到一个老乡，老乡竟然是我亲戚家的邻居，对我家的事情也略知一二。我没有表露自己的身份，只是不着痕迹地打听八卦。他告诉我，我的弟弟龙辉结了婚，老婆很讨厌我妈，婆媳经常吵架，甚至我弟还帮着老婆一起打我妈。又说我妈经常去找亲戚诉苦，哭完回家继续做牛做马。那家女儿也是绝了，前2年造弟弟的谣，诬陷他是同性恋，害得他丢了公家饭碗。更让人啧舌的是，他还把亲妈告上法庭，说是为了从妈妈手里抢走一笔钱还是什么。后来钱拿到手上了，他就带着孩子消失了，到现在找不到踪迹。老乡啧啧摇头，我面色淡淡，未经我的苦，又凭什么来评判我呢？听说那个儿子发了寻人启事，说挖地3尺也要把姐姐找出来。老乡说着来了劲，他对我朋友的肩膀：“哎，你说这个姐姐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怎么能那么狠呢？”我朋友皱眉：“谁知道呢？有苦衷吧。”老乡的话让我心中警铃大作。我弟发了寻人启事，说不定哪天就真的找到我了。他找我的目的是什么？把我妈丢给我吧。我暗自冷笑，所有的好处占尽了，当然要把没有用的老妈丢给我养老了。想得真美，怕什么来什么。老乡来过的1个星期，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你好，请问赵婷婷吗？”对方这样问：“你哪位？”我反问：“我是孟秀莲女士的律师。”对方说：“好吗？这回我妈把我告上了法庭。我妈告我未尽赡养义务，背后指使的人当然是我弟。我花高价请了业内有名的律师，积极应诉。我妈也是很搞笑，为了不给儿子造成负担，所以哭着喊着要来跟我一起生活。她说她会带丫丫，还能帮我做饭。我看着视频里我妈略显佝偻的身影，这一辈子我妈都在为我弟奉献，即使没有任何价值了，也不愿拖累儿子。我觉得无比的可悲。我妈拼了命地把困境推给我，身为女儿就要这样惨吗？我的律师干脆利落地拒绝了我妈的要求，并当庭提供了相关的资料和证据，证明我妈不适合和我一起生活。我弟当庭耍无赖，
反正他不会再管我妈。我爱不管，不管就让我妈自生自灭。法律对于我弟这样的无赖，还真没办法。我弟真的不管我妈了。我妈抱着我律师的腿不让他走，他要来找我。我安顿了丫丫。次日，我飞回老家，我妈一身馊味，看见我，眼泪哒哒掉。婷婷，我的女儿，我就知道你有良心，你会回来接我。我看着我妈，2年没见，她老得厉害，现在的她变得很可怜，很无助，眼神再没有2年前威风凛凛。她是真的需要我了，想要一份安稳的依靠。妈，你回家收拾衣服吧。我说，好，好，我这就去。你在这里等我。不行，你和我一起去，你不能再丢下我了。我妈紧紧抓住我的手，我跟我妈回了家。我弟结婚的时候把原来的房子卖了，他置换了一套大的3室2厅，买房的钱不够，我妈跑去我爸那里，死皮赖脸的要了30万。我看着宽敞明亮的房子，我弟媳抱着胸，翻着白眼看我妈收拾衣服。走吧，婷婷，我收拾了，我们走。我妈拎了行李包，颠颠的小碎步，走了几步又急急着回去。小玲啊，龙辉胃不好，你劝他少喝点酒。店里忙的时候，你也搭把手。你有完没完啊？快跟你女儿去享福吧！弟媳大吼。我弟翘着2郎腿坐在沙发上刷着短视频。我妈嗫嗫地看着儿子赵龙辉，你现在马上去我家接我爸妈过来。弟媳恶狠狠地又吼。我弟麻溜地起了身，我妈拎着包跟在了我身后。我把我妈送到了养老院，每个月我应付的赡养费刚好够付养老院的费用。我告诉院长，我妈有点老人痴呆，千万别让她随便出门。院长让我只管放心。我从院长办公室出来时，院子里传来我妈的哭喊声，她想要逃跑，几个人高马大的护工按住了她。赵婷婷，你这个杀千万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她恨恨地盯着我。我顿住了脚步，沉默片刻，我平静地开了口，妈，你好好在这里住着吧，至少有吃有喝还有伴。我有儿有女，我为什么要住养老院？我妈拼命挣扎，想要挣脱护工。你的心里从来就只有儿子，哪里有女儿？我一步一步走到她面前，到了现在你还不明白？你的偏心害了我，害了你自己，更害了你的儿子。我哪里偏心了？你去打听一下，哪个当妈为了儿子不做打算的？他可是儿子啊，要传宗接代的。我妈眼睛要喷火，我哈哈大笑。传谁的宗，又接谁的代？赵家的。妈，你可别忘了，你的老公恨你恨到死，他根本不在意赵龙辉，只有你一直在为赵家的血脉拼命。结果呢？你的好儿子把你赶出家门了。妈，你醒醒吧！我妈呆了，她像是被人点了穴，不挣扎了，也不反抗了。你生我一场，养我长大。你放心，只要你活着，我就一定会按月把钱打到养老院的账户上。我退了一步，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我还要去赶飞机，先走了。我妈还是呆呆的。我走到养老院门口时，我妈哭着问了一句：“婷婷，那你经常回来看看我？”我顿了一下脚步，深吸了一口气，说道：“你死了，我会回来给你办后事。”我妈开始嚎啕大哭，我头也不回地往前走，越走越快，越走越远。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过去终将会过去，但故事已然成故事。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